根据美国海军最新的造舰计划，船库要现代化大清仓，除了2艘尼米兹级航母退役，还有6艘滨海战斗舰外卖，其中最年轻的舰艇才服役3年。目前，美国海军航母舰队里面有11艘航母，10艘尼米兹级和1艘福特级，看上去兵强马壮。不过，其中有3艘尼米兹级航母年龄已经超过40年，已经进入服役生涯末期。比如尼米兹级首舰尼米兹号，1975年服役，现在已经到退役时间了。尼米兹号原定退役时间2025年4月，刚好到达50年的设计寿命。但是根据美国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尼米兹号到2026年5月才会退役。至于1977年服役的艾森豪号，如果没有延寿计划的话，会在2027年退役。不过这个延寿计划会不会有不好说。尼米兹号之所以延寿，本质上是美国军事战略对航母的需求增长，偏偏福特级航母服役出现问题导致的。美国航母的更新换代很有说法。美国第1艘核动力航母是企业号，从1961年服役到2012年。尼米兹级是基于企业号的使用经验改进而来的，从1967年到2009年陆续建造了10艘。在冷战期间，美国海军跟下饺子一样，尼米兹航母差不多3-4年就有1艘，冷战结束后的速度慢了一点，平均5-6年1艘，但这种节奏刚好可以保证航母的制造速度。10艘航母使用的时间刚好为30到40年左右，然后再花点时间研制新航母。第1艘航母就则刚好处于换代周期，但是尼米兹级到福特级的换代过程并不是很顺利。福特级首舰到现在还没有完整的作战能力。第2艘福特级航母据说在2025年服役，刚好是尼米兹号设计寿命的极限。而美国现在延期1年，大概率是因为不确定福特级航母的服役时间。当然，时间不确定不代表这2艘尼米兹级航母会一直干下去。既然美国把消息放出来，退役就已经是板上钉钉。尼米兹号航母退役之后，会跟企业号一样，被送到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进行后续的航母处理计划。这个造船厂算是美国唯一有能力制造大型核动力航母的造船厂，也是唯一一家提供核动力航母退役服务的造船厂。作为尼米兹级航母的2号舰，艾森豪号会和尼米兹号一样，被送到纽波特纽斯造船厂。不过拆解核动力航母很麻烦的，已经退役好多年的企业号预计到2025年才能完全拆解。虽说尼米兹级航母是在企业号的基础上建造的，但结构设计差别很大。最直接的就是反应堆，企业号有8台，而尼米兹号只有2台。原本拆解企业号经验无法用在尼米兹号身上。就目前来看，1艘航母的后续处理费用大概能达到10亿美元。这2艘尼米兹级航母退役之后，会有2艘福特级航母替代，美国航母的数量将继续维持在11艘。目前，福特级航母企业号和多瑞斯米勒号都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打造，估计已经快完工下水了。不过，美国海军除了航母退役之外，还有6艘滨海战斗舰外卖，这里面有说法的。尼米兹级航母退役，火力军不会觉得意外，毕竟服役那么多年，退役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但是滨海战斗舰不同，要知道自2010年首舰服役以来，才仅仅过去10几年的时间。美国海军计划在未来2年内卖掉6艘滨海战斗舰、4艘自由级和2艘独立级，其中最年轻的舰艇也才服役3年。美国目前有13艘独立级滨海战斗舰服役，另有4艘正在建造或安装中。2024年要卖的是独立级舰艇杰克逊号和蒙哥马利号，二者的服役时间在2015年和2016年，在舰艇中属于年轻人的阶段。然后在2025财年，自由级舰艇威奇托号、比林斯号、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和圣路易斯号也将出售，服役时间更短。这些舰船分别在2019年和2020年投入使用。问题来了，美国为什么要卖滨海战斗舰？作为单艘造价数亿美元的新战舰，滨海战斗舰刚现身的时候热度还不小，突破传统观念的科幻外形、灵活多变的武器模块以及高昂的造价，完全符合美国独步全球的先进舰艇情况。结果呢，一直爆雷。
就报道的信息来看，滨海战斗舰的缺陷很多，比如造价高、维护成本高。美国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平均造价3.62亿美元，独立级滨海战斗舰平均价格3.6亿，3亿美元一艘的2000吨级舰艇，火力军光是想想都觉得心疼。而且就结果来看，造价昂贵的滨海战斗舰目前只是充当一艘3000吨级的低武装水平巡逻舰而已，被卖掉也很正常。其次就是舰艇作战任务的改变，美国重新拟定了滨海战斗舰的任务。这2艘卖掉的独立级原本是用于水面战，但现在美国将独立级舰艇主要用于反水雷任务，只让6艘自由级舰艇专门用于水面战。但是独立级舰艇的数量太多，有2艘是多余的，于是美国就打算卖掉，好歹还能回点本钱。只是滨海战斗舰的大名已经传遍全世界了，有没有买家不好说，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海军有没有确定买家。但无论是哪个国家买这些战斗舰，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持其适航性。运行一艘滨海战斗舰的年成本大约在7000万美元，如果想要改造和改装舰船，成本只会更高。当然，固定滨海战斗舰的任务，然后再卖掉其中6艘，其实就已经说明这个项目彻底失败。不过，美国海军对于舰船的热情一点没减。既然独立级没了，那就让星座级顶上去。不久前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还呼吁增加第2个星座级船厂，每年建造4艘护卫舰。现在成真了，美国海军在考虑之后，将星座级导弹护卫舰的建造规模扩大到了每年4艘。这项目算是美国海军当前的重点。星座级护卫舰是美国海军2020年启动的。作用就是取代佩里级护卫舰，补充阿利伯克级战力，任务也就是那几样：防空、反潜、对地攻击。星座级的外观设计重回传统战舰，但是造价一点都不低，16亿美元，远超滨海战斗舰。不过，美国海军在滨海战斗舰失利之后，对于星座级项目就抱有很大的信心。结果虽然是失败，但经验还在，所以仅在当前确定下来的，直到2027年的5年预算展望中，就将星座级的建造计划提高到了7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重心转变也说明了美国海军的战略计划，增加小型多任务作战舰艇的数量，比如星座级护卫舰，能够在整个水面舰队中更有效地分配任务，腾出能力更强的导弹驱逐舰来执行关键的高端任务。加上滨海战斗舰的任务转变，美国海军这是要调转方向，追求具有更多能力的军舰，最大限度地扩大防空能力和反潜作用，弥补当前海上的反潜力量。这是要做什么，火力军就不用多说了吧。总而言之，在美国的计划里，核动力航母和滨海战斗舰的退役计划已经是确定了。艾森豪号就算是延迟退役时间，也跟尼米兹号差不多，顶多1年。但滨海战斗舰这事儿不好说，大名在外，很难顺利卖掉。之前就爆出美国向南美国家智利、厄瓜多尔兜售该舰的消息，但一直没有实际售出，这次估计也一样。各位认为谁会买滨海战斗舰？可以把答案放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